我是来带太皇太后送礼物给小公主芈月的，没想打扰你休息。点心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皇后。这是玉麒麟，你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吗？你一胎一胎的生，就是不见生个皇子出来，太皇太后都怪我送的礼没有带彩头呢。臣妾一直未能为皇上诞下龙子，实在愧疚，累及皇后，更感不安。希望带了这麒麟送子，朱意啊，就能带来个皇帝。你明白就好，下一次可别再让皇上和2位太后等上10个月，又再次失望了。皇后，你看，朱意很喜欢你送来的礼物。朱意乖，我们摇着麒麟，请麒麟快快送来个小皇帝啊！别让2位太后和你父皇失望啦。臣妾代小公主谢太皇太后和皇后恩赐。可真是不巧啊，小公主一出生就碰上高祖庙失火，难怪有人说是灾星降世啊。但是这怎么能怪她呢？再怎么说也是龙裔啊。不过她出生的也确实不是时候，所以2位太后决定不摆百日宴了，只能委屈她了。皇后别这么说，小公主不委屈。在失火之后，臣妾就反复思索，若为小公主铺张设百日宴，与礼不合。本想奏请太皇太后取消这家宴，现在好了，原来2位太后早有此意。如今，臣妾也就心安了，让朱意与我们一起守孝就好了。你明白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摆驾。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宫中上上下下都穿素表孝，你却佩戴彩缨。妹妹喜欢，看着会笑。皇后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。这可是冲撞祖先，是不孝，岂是一个贱婢能顶罪的？祖母本来最爱涂扣丹的，可因高祖庙失火扶丧，现在都不着色了，只是涂上香脂就算了。想为高祖尽一点孝心呢。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，可那魏夫人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到处跑。啊？本来孙儿并不想烦扰祖母，但是姿势体大，不能不禀报啊。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呐！母后，不小心说的真是太轻了。她连生3个女儿，仍得皇上宠爱，心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不再安分了，连娇儿都要受她的气了，还会守规矩。本来还剩1日就过守孝期了，可是那魏夫人却不肯安分，如今叫孙儿如何是好？如果赏罚不分，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？可若赏罚分明，只怕有人又说娇儿欺负她。她就是仗着这一点欺负娇儿。但是母后，这种事不能不罚呀。一来她有违孝道，二来她教女无方，三来朝中大臣都遵皇命，穿素服5日，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，怎能服众啊？她上愧对祖先，下疑惑后代，外遭人画饼，不但要罚，而且要重罚她。禀太皇太后，魏夫人在外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诺。祖母，
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听说你做错事了。是，臣妾教女无方，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，有违皇上素服5日，以表孝哀之圣谕。大失体统，求太皇太后赐罚。知错就好了。这女儿啊，别看她现在年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就骄横任性，不顾你心意，不管你死活，只管争脸争宠，不让你安宁。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诲，严加管教3个女儿，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恃宠生骄。你肯受教就好，不然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就会弄得家不成家；若是在后宫，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端午快到了，过节之前，你就去知事知宿部吧。一来是思过，二来为先帝也为哀家尽点孝心，三来你也好为自己之福泽。布有多长，你的福泽就有多长。诺。魏夫人，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即是绵长孝思，我也来为太皇太后尽一份心，与你一起为自己知福。说是为自己，实则是为子夫。子夫心中感激。当日嘉慈离世，正好皇后及其他姐妹们为皇太后庆生张罗，这宫中上下谁会关心我这个避喜远离喜庆的伤心人？只有魏夫人亲自为我熬汤，助我安眠，又带我到蔚蓝亭畔，教我点放竹筒灯，为王母祈福追悼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却让我感到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。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要看皇后的脸色，眼看你受委屈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还好这次太皇太后未有重罚，而且没有下令只许你一人织布，我才可以过来凑数帮忙。凑数不妨就多算我一个吧。赠香之情我不会忘，当时幸亏有你，否则皇上许久没来我处，一来若发现炉中无香，我囧都要囧死了。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姐姐了，你还想在外站多久呢？我做了些小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带过来了。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？藤姬有心了。3位姐姐都来看子夫，子夫心里真暖啊。这几年，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仁惠，事事以德报怨，所以宫中众人都想为你出一份力。只是你经常被责怪，委屈你了。子夫有3个女儿承欢在膝，这次能将功补过，能得到3位姐妹的帮助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幸福。魏夫人就是这样，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都能开心面对。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以后呀，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。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，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。是啊。你们就别夸我了，我也是一步步的在学。我们一起知福存孝，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，奉体为安，祈福。这
这些布是你织的，哀家让人放进来的，让你织布。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，其实是想求证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已经证实了。你进宫这几年，如何对待后宫上下，哀家偶有所闻，而这里的素帛却是证据。太皇太后，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竟能在纷争最多、戒心最重的后宫，得到嫔妃婢仆的真心尊重。好一个魏夫人啊！臣妾一直觉得，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。中间纵有吵闹，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。只要以心相待，相信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和睦相处，那就要分享地宠。你舍得吗？将心比心，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，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有这样的心，是你的贤淑。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。太皇太后过奖了，是皇上恩宠。哀家最希望的，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。臣妾明白。可是，一切自有天意。哀家不是抱怨什么，只是深信皇子由你管教，必不骄纵。若出自其他嫔妃，就难说了。你心善贤良，必得天助，终会为我汉室天子天孙继承千秋大业。谢太皇太后宠爱。你织的素帛，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。哀家也预先叫人磨好碑石，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。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。哀家不畏死，哀家力争3朝70多载，也活够了。高祖闻治天下，立我大汉江山。孝文亲尝汤药，弑母至孝。薄太后得诏后宫，母仪天下。哀家也辅助了3朝皇帝，无愧无悔。只遗憾与你尚未深交，不曾施恩于你，却已经要别离了。太皇太后对臣妾已恩重如山。当日因为臣妾入宫引起的波澜，导致皇后自杀，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。皇上离宫，臣妾欺瞒行踪，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。还有，既说哀家有恩于你，那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哀家主持后宫几10年，管教汉室几代子孙女眷，娇儿
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他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别这么说，臣妾何德何能？况且还有皇上。不，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臣妾明白。皇后若出事，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。若皇帝要杀娇儿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，可以吗？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这几十年来，陪在哀家身边的，始终是你。最令哀家窝心的，也是你。纵使你有千万个不是，你始终是哀家的手心明珠。母后，哀家所有的金银财物，奇珍异物，全都留给你。母后，
娇儿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可你也最懂得哄哀家开心。哀家活了如此一生，却觉得管教自己的孙儿，远比管治天下来的难。娇儿错了，娇儿不孝，让祖母操心了。祖母要走了，娇儿，让哀家好牵挂呀。哀家留给你的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。一道保命符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哀家就能放心，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给你了。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准奏二字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贤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就算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